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吃瓜文化。近年来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习惯用 PDF 或 PPT 文件来表达自己遭受的伤害，以及对压迫者的揭露和批判，并将其散播到互联网上。这些 PDF 文件动辄几十页甚至上百页，而且有着学术化和标准化的趋势。传统的骂战和批斗往往是碎片化的情绪宣泄，但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 PDF 小作文则看起来相当严谨，目录、摘要、时间轴、引用文献等等一应俱全。这些文档通常有着令人心惊肉跳的标题，比如关于揭开某某某真实面目的实名举报，某大学某人出轨情况的详细说明，避雷，曝光英国某大学的顶级渣男，或者是我和某某学院捞女的故事。这些文档不仅仅是文字，它们更像是一份网络起诉书，有目录，有时间线，有精确到秒的聊天记录截图，有转账凭证，还有照片和视频证据。为了构建证据链，大量的私密对话、床照，甚至对方及其家人的信息都被无差别的披露。当这些 PDF 小作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时，被指控的人往往被默认为有罪的。在密密麻麻的图片、文字和表格中，人们会陷入一种沉浸式的审判氛围。这些证据构建了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，使人们很容易带入那个被塑造出来的完美受害者的视角，感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和义愤填膺的感觉。不过，虽然可以吃的瓜层出不穷，但人们参与的方式却越来越同质化，而这类故事不论多么离奇和夸张，它们的内核又是超级单调的。在这个叙事里，永远只有两个主角，绝对无辜的受害者和绝对邪恶的压迫者。那么，我们该怎样看待这种趋势和文化呢？为什么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伤口，能够演变为一种动员大众和舆论的手段？刚好我最近阅读了一本非常棒的书，标题比较长， The Rise of Victimhood Culture, Microaggressions, Safe Spaces, and the New Culture Wars。 翻译过来就是受害者文化的兴起、微侵犯、安全空间与新文化战争。虽然这本书研究的是美国的大学校园，但它也同样精准地解释和概括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种种现象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从这本书聊起，探讨一下中国社会常见的受害者文化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，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。首先，什么是受害者文化呢？在这本书的作者 Campbell 和 Manning 看来，人类社会的道德形态正在经历一种演变。我们正从强调个人复仇的荣誉文化和强调法律约束的尊严文化，过渡到一种全新的形态。在受害者文化中，个体对他人的冒犯具有极高的敏感度，但他们不再像荣誉文化那样寻求私下解决，也不像尊严文化那样对此不屑一顾。相反，他们倾向于向第三方，通常是行政机构或大众舆论，进行申诉。更关键的是，在这种文化里，受害者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同情的弱者，而是获得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地位。甚至可以说，受苦和被边缘化成为了一种新的道德资本。那根据这个理解，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中国互联网的受害者文化分为5个大类。这5个领域层层递进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受害者叙事的网络。首先是私人情感领域，主要集中在婚恋关系中。在这里，受害者文化的逻辑是将情感契约的破裂，比如出轨、欺骗或金钱纠纷，转化为道德甚至准法律层面的罪行。当事人通过展示私密细节，试图证明自己是绝对的无辜者，从而获得对另一方进行社会性惩罚的权利。我们所说的那些曝光渣男渣女的 PDF 小作文，大多属于这个领域。第二个领域，是非私人关系的身份政治。这是指没有直接权利关系，但身份不同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。
比如男性与女性、富人与穷人、本地人与外地人。在这里，冲突往往不再关于具体的人，而是关于身份。受害者文化将个体之间的摩擦上升为特权群体 （privileged group） 对边缘群体的系统性压迫。第三个领域发生于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中，这常见于师生、上下级之间。由于存在客观的权力落差，弱势一方往往不再信任机构内部的解决机制，而是选择将受害经历武器化，通过网络鸣冤来倒逼权力的让步。第四个领域则是符号与文化的微冒犯，这并非人与人的直接冲突，而是观念的战争。它体现在某位明星的不当言论、某张电影海报的审美争议，或者某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。在这里，受害者文化的逻辑是语言及暴力。正如书中所说的，微侵犯关注的不再是意图，而是主观感受。最后也是最引人深思的一个领域，就是内部清洗，也就是受害者文化的内卷。作者在书中将其称为纯洁螺旋 （purity spirals）。这是一种发生在同一阵营内部的猎巫行动。比如，我们看到某位女权博主因为不够激进被粉丝们批评不够女权，某爱国大 V 一向喜欢煽动激进的情绪，某一次讲了几句理性的中肯之言，就被粉丝们骂屁股歪了。这揭示了一种特殊的组织逻辑。在这个体系里，大家虽然都是受害者身份，但在打倒压迫者后，又开始清洗那些不够纯洁的受害者。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也会做视频专门讨论。其实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发现，中国和美国的受害者文化还是有不小的差异。首先是中美两国依赖的第三方是不同的。在作者看来，美国受害者文化是一种高度依赖行政权威的体系。在美国高校，当学生感到被冒犯时，他们倾向于向大学的行政部门，比如 Title IX 办公室或偏见反应小组寻求干预。他们要求权威机构通过制度化的力量来提供保护和仲裁。在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下，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婚恋纠纷领域，这种机构往往是缺位的。面对出轨或情感欺骗，法律通常难以介入，也没有一个情感仲裁委员会来主持公道。因此，中国网友往往选择跳过机构，直接诉诸大众舆论。这种申诉方式不再是寻求制度化的救济，而更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、不需要正当程序的批斗会。其次是议题焦点的不同。西方的受害者文化主要围绕着群体身份展开，如种族、性别、性取向等。其核心逻辑是反抗特权与压迫，关注的是结构性的不平等。而在中国互联网上的 PDF 小作文里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私人关系的聚焦，比如出轨、恋爱中的欺骗、金钱纠纷。这看起来似乎只是家长里短的八卦，与西方的身份政治截然不同。但它们又有某种共性，那就是都通过构建受害者身份来获取道德资本。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要讨论第一种，也就是婚恋关系中的受害者文化。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，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男生谈了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女朋友，在异地恋期间，这位女生出轨了她的前男友。于是这个男生做了63页的 PDF， 里面全都是男主从女友手机里找到的聊天记录，记录了女主和出轨对象聊天的全过程，证明女主确实出轨了。在 PDF 的最后，他自称自己是为爱冲锋，他说自己不是为了报复谁，只是希望这位女生的好朋友、家人、老师能规劝她、管教她，希望天底下像自己一样的老实人不要被欺负。后来这个 PDF 文件被传播得很广了，大概有人提醒他，把私人聊天记录和照片公之于众，可能涉嫌犯罪。于是男主紧急发表声明，表示自己的本意并非希望这个 PDF 在网上传播，只是想发给女生的亲朋好友诉苦。但在这声明的开头，他仍然强调自己是出轨事件的最大受害者。在这里，
这位男生预设了一个前提，出轨是一种危害到公共利益的绝对邪恶的行为。正因为它是邪恶的，所以即使把对方的隐私扒光，拉到广场上公开批斗，也是正义的。而自己作为纯爱战士和老实人，拥有天然的道德豁免权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混淆，出轨能够等同于偷盗或者抢劫吗？偷盗和抢劫侵犯的是公共秩序和法律赋予的权利，但在恋爱关系中，出轨、变心或者不爱了，虽然令人痛苦，可能违背了二人的承诺，但这本质上属于私怨范畴，它往往是复杂的、灰色的，而非黑白分明的受害故事，自然也是不应该诉诸公共舆论去裁决的。在平等自愿缔结的私人关系中，只要双方没有违反普遍意义上的法律或者基本道德，比如家暴、财务上的欺诈、人身攻击、限制自由等等，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两个自由的灵魂共同进行一场创业。它不是卖身契，也不是所有权证书。双方缔结亲密关系是基于当下的爱与意愿，是一种持续和动态的同意，但由于外部或内在的原因，没有任何法律或神明能保证这份意愿永恒不变。如果某一个人变心了，那么他本身不违反任何道德，因为人的情感不是意志可以完全控制的。一个人不能强迫自己不悲伤，也不能强迫自己爱或不爱一个人，它就是一种事实。当然，这或许可以算作一种违约，但违约不等于是罪恶的。在商业逻辑中，如果一方违约，另一方可以要求支付违约金，但违约仍然不能等同于诈骗。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种出轨的情欲是危险的，是可能给出轨者带来某种后果的，但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种状态，然后和对方去谈判，而不是直接的从道德上去谴责对方的变心。爱情的根基在于自由，如果对方不是自由的爱我，那么这就不是爱了，比如奴隶对奴隶主的那种爱。然而，一个人能自由的爱我，当然也意味着他也可以自由的不爱我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变心本身并不能构成一种侵权或者伤害。如果我们将出轨定义为诈骗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说，你在进入关系的那一刻，就永恒地丧失了爱上别人或改变心意的权利。但这不符合人性。人是流动的，人的感情是复杂的。关系出现裂痕，甚至一方出轨，往往是关系生病的症状，而不是单方面的罪恶。它提示我们需要去观察矛盾的根源，去沟通和解决问题，或者去体面的结束。恋爱乃至一般的友谊，本质上都是一场风险投资，我们把自己的时间、情感和信任作为本金。关系破裂，某些时候确实源于出轨者心智的不成熟，源于他具备某些精神上的缺陷和无能。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行为是糟糕的、不明智的、令人遗憾的、软弱的，但这不能等同于是邪恶的。如果我们因为投资失败，就要求将合伙人游街示众，这恰恰暴露了我们无法承担自由的代价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在面对背叛时，当然会感到很痛苦，但他不会把自己降格为一个只会被欺负的受害者，不否认自己在其中的责任。他会意识到，我有选择的责任，或许是我的问题导致了对方的出轨，也或许是对方的心智太不成熟，不理解我的好。但总之，这是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的。我为此承担痛苦，然后选择想办法挽救，或者干脆止损离场，而不是说你是个恶魔，我要联合全世界的老实人一起消灭你。这么做其实对自己的成长而言毫无意义，因为如果是自己的问题，他应该提升和反思自己；如果是对方的问题，那么他应该庆幸对方的离开，专注在自己未来的生活上。而这种毫无意义的报复，恰恰证明他就是为怨恨而活着。在尼采看来，这种将私人恩怨升级为道德战争的行为，正是奴隶道德的体现。奴隶道德的特点就是他无法通过实际行动做出反应，无法对自己诚实和直率，躲在老实人或者受害者这样的群体性面具的背后，祈求羊群的集体力量来围剿别人。或许这位男生会想到，
当年这个女生对自己说过自己会永远爱我，当年她是那么单纯善良，现在却变了，所以我被骗了。这种逻辑看起来很令人同情，但同样是推卸责任的。因为当你在听她的甜言蜜语并选择相信的那一刻，你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，而是一个行使了自由意志的行动者。我们在11月2日讲 NPD 的那期视频提到了外部责任和内部责任的划分。外部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伦理或者法律层面的责任。如果某个人只是正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，却遭受了另一个人的欺骗和伤害，那么受害者当然是100%无辜的，是无需承担责任的。而内部责任则指的是在人的精神层面的责任，它与过错无关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，它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责任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人每时每刻都有责任。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所遭遇的客观伤害负责，但是我们在被伤害后，我们该如何拯救起自己，这件事却是我可以负责的。亲密关系之间的情感承诺只是美好的愿望而非权利，因此变心是不存在侵权的。在本体论的层面上，没有任何人拥有让另一颗心永远保质保量的权利。这个道理性别互换也是成立的。一位女性用这种曝光隐私的方式控诉男朋友或丈夫出轨，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私刑而非反抗。在没有肢体暴力、胁迫、操控或限制自由的前提下，一个成年人长期陷入一段痛苦关系，他往往不是单纯的受害者，而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合谋。比如一位女性的丈夫脾气粗暴冷漠，这位女士过得不幸福，不论在经济上还是能力上，她都有离开的自由和底气，然而她始终没有离开，而是批判和抱怨丈夫。那么虽然这位女士在婚姻中感到痛苦，但她很可能也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好处，比如她通过扮演被牺牲的妻子，就可以将自己人生本需要面对的任务回避掉，她可以将自己精神的停滞都归咎于那个坏男人，她还可以永远从中汲取道德上的优越感。当然，这里需要再次强调，家暴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除外。我们当然也不认为一切痛苦都是受害者咎由自取，他们是令人同情，是值得被理解的。然而，如果周围人或者社会文化过于认同当事人的受害者角色，那么他反而巩固了当事人的无能感，从而阻碍了当事人去自己克服和解决困难。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